有没有发现这2年中国的物价越来越便宜了？便宜货的背后藏着的不是实惠，而是绝望。通缩从来不是人民省钱的开始，而是国家没钱的信号。就在昨天，川普再次给中国经济补了一刀。他说10%的基准关税将成为美国永久政策。他还暗示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不会低于8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即使中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，美国也不会放过中国。中国制造不是正在被驱逐出境，而是被活埋进一个封闭的棺材里。5月9日，特朗普在白宫表示，10%的关税是底线，40%、50%，甚至60%也可能继续。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公开宣战。别忘了，目前美国对大部分中国商品征收高达145%的惩罚性关税，个别品类甚至达到245%。中国呢？最多125%，已经在投降边缘。这一来一往之间，不仅是贸易的断裂，更是关系的决裂。中美正在加速经济脱钩。很多人觉得关税离日常生活很远，错了。被砍掉订单的是义乌，停产的是东莞，发不出工资的是广东私企，下岗的是工厂员工，失业的是正在找工作的人。美国不买中国货了，中国厂子没生意，打工人没班上。来看中国出口的真实数据。中国对美出口2024年下降了 13.1%， 2025年一季度继续大跌 10%。 广东出口减少 7%， 江苏减少 11%。 这不是数字游戏，这是数百万中国家庭的饭碗碎了一地。4月份，中国的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再次下跌，同比下降 0.1%， 连续3个月负增长。而 PPI 工业出厂价格则同比下降 2.7%， 创下半年最大跌幅。意味着什么？企业卖不出东西，工厂压缩产能，就业岗位减少。普通人发现物价变便宜了，但却没钱或者不敢花钱。通缩不是便宜，而是没人消费。2024年，中国人均消费支出只恢复到疫情前的 91%。年轻人储蓄率创下历史新高，消费意愿却在断崖式下跌。一个内需萎缩、外贸断血的国家，靠什么撑住经济？官方的 5% 以上增长目标，听听就好。看看国际机构怎么说。高盛2025年中国 GDP 增速预计 4%， 远低于政府目标。瑞银下调至 3.4%， 直接打脸北京。汇丰银行认为刺激政策效果微弱，内需严重疲软。而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已经连续8个季度为负。意味着什么？这是自1993年统计以来最长的物价下跌周期。价格下跌，企业赚不到钱，员工被裁员，收入减少，消费继续萎缩。这就是通缩螺旋，而中国已经陷入其中，难以脱身。就连中国最大的零售商都开始撑不住了。京东多次100亿补贴，但营收增长已陷入停滞。盒马鲜生甚至打出全场低至1折的字样，只为清库存。阿里内贸替代外贸计划沦为泡影，大批小商家血本无归。表面看是做活动，其实是断臂求生。商家们不是在迎合消费者，而是在拼命自救，避免倒闭清算。当川普说我不在乎是否达成协议，我们现在根本没跟中国做生意，这不是狂妄，而是现实。2025年的今天，中美贸易总额正在回落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。没错，17年的全球化红利在1年内被打回解放前。这不是普通的经济低迷，这是一次文明层级的系统坍塌。而那张10%起步、80%封顶的关税底牌，正是引爆这一切的导火索。
仍有人沉浸在中国制造天下无敌的幻觉里，觉得就算美国不买，还有东南亚，还有非洲，还有14亿人口。但现实是，中国制造的生死不取决于谁想买，而取决于有没有命活下去。来看深圳龙岗、东莞后街、义乌北下珠这些曾经灯火通明、机器轰鸣的制造重镇，如今的景象。后街鞋厂倒闭潮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后街已有215家中小鞋厂关闭，80%以上为出口导向型工厂。义乌商户出逃潮，2025年一季度出口订单下降超17%，上千商户选择停业出国。深圳龙岗电子厂部分厂区机器停摆，工人提前下班，过去月薪8000元的技工，如今沦为兼职接单者。许多老板无奈地说，美国不买，欧洲不买，货压在仓库里发霉。制造业的崩塌绝不只是几个工厂关门而已，它像骨牌一样，一倒就是一片。一个工厂关门会影响数百名工人失业，几十个供应商断供，无数贷款、押金、原材料变废纸。那些靠厂区出租房收租的房东、卖早餐的摊贩、跑腿的骑手，全都断了活路。制造业一倒，整个中小城市的生活系统就跟着瘫痪。2025年3月，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6.5%，制造业密集区域跌幅更甚。东莞新房去化周期延长至23个月，义乌二手房挂牌价格暴跌30%，苏州工厂旁的老小区1平米跌回2016年。买房的年轻人彻夜失眠，不是在还房贷，而是在为消失的工厂陪葬。2024年，全国注册倒闭企业超过610万家，创有纪录以来新高。其中，制造业企业占比超过27%。他们不是被打败，而是被窒息。没有订单，没有贷款，没有人才，没有政策，最后被精准打击送进墓地。深圳一位做电源适配器的厂主，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最后一条视频后，连夜关厂出逃缅甸，不是不想坚持，是坚持到我儿子都快吃不上饭。江浙一带的小老板把钱转移到越南买地建厂，转口贸易，绕开中国。大学毕业生放弃工厂技术岗，跑去送外卖，干3年赚的比进厂10年还多。白领高管从工业 4.0 项目经理转行卖保险，因为项目黄了，公司裁员了。不管学历多高，经验多丰富，在产业断崖式下坠时，人人都是炮灰。有人说无所谓啊，中国不干，让越南干，印度干。但现实是，中国产业链一断，全球都慌，没人能完整接盘。东南亚基础设施不足，管理混乱，技术短缺，出货周期比中国慢40%。印度没有成熟的出口港口体系，货物积压成常态。越南工资涨至中国内地70%以上，但效率连1半都不到。结果是，全球订单正在失踪，而不是转移。资本不傻，不再设厂，只想观望。客户不蠢，宁愿压缩库存，也不冒险找新工厂。于是可以看到，苹果减少中国代工数量的同时，也减少全球 iPhone 出货量。特斯拉不扩产中国，也没有在别国新建更多产线。耐克、阿迪达斯订单压缩30%，全面收紧供应链。还记得2019年的中国制造吗？那时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，最拼命的工人，最便宜的水电，最快的物流。华为、富士康、格力、美的排队进入世界前10。现在呢？富士康裁员超10万人，转向印度发展。格力电器连续6个季度利润下滑。美的宣布削减线下门店30%，全面转型海外生存。制造奇迹已经远去，只剩下库存、降价、打折、清盘。
曾经的中国制造4个字是质量，是信誉，是力量，现在成了没人敢下单的风险词条。川普的关税政策只是最后一根稻草，真正让中国制造业濒死的是没有未来的订单预期，没有可持续的产业转型，没有政策上的确定性，没有年轻人愿意扎根工厂，更没有消费者愿意为中国制造买单。世界工厂正在无声死去，不是被美国杀死，而是被自己耗死、吓死、拖死的。当干工厂这3个字开始让人觉得羞耻，一个国家的根基其实已经在崩塌。中国制造不是正在失血，而是已经濒临脑死亡。